上一世契约灵兽时，我先爱心选了一只满身伤痕的红雀，不料它体内竟有神兽朱雀的血脉，需要大量天材地宝才能渡劫。我不辞辛劳，不惜舍弃修为，给他换来了渡劫的机会。他却在渡劫那天一把火将我烧死，还嫌弃地避开我的尸骨，向小师妹深情告白。再次睁眼，我竟回到了契约灵兽那天。这次我果断绕过了那只看似可怜的红雀，将目光投向了角落里那只慵懒傲慢的雪白狐狸。师姐，你身体可有不适？小师弟担忧的声音将我从浑身炙烤的幻痛中拉回，我强撑着摇了摇头，才惊觉自己真的重活一世，回到了改变命运的起点——幻灵宫与灵兽结契的大典之上。幻灵宫的规矩，灵兽化形后需与结契者结为道侣。上辈子师尊精心挑选了一批资质上乘的灵兽，小师妹清晰一眼就相中了威风凛凛的师舅，而我却被那只浑身赤红、毛发稀疏的红雀吸引。他奄奄一息的模样让我动了恻隐之心，不顾师尊的劝阻，执意选择了他。我至今记得当时师尊满是疑惑的语气，他问我是否想好了，并告诫我这灵兽气息微弱，恐不利于我的修行。可那时的我被一时的怜悯冲昏了头脑，坚定地向师尊表达了决心。后来的日子里，我为他寻遍天涯海角的天材地宝，只为给他疗伤滋养。直到他伤势痊愈，我才惊喜地发现，他竟是上古神兽朱雀的后裔，需历经洗精法水方能渡劫。为了助他早日飞升，我日日奔波，接下无数凶险的悬赏令，闯入一个又一个危机四伏的秘境，身上的伤痕从未痊愈过。可我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倾尽全力换来的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背叛。在宗门为我们举办的结缘大典上，他在烈火中成功渡劫，那炽热的火焰却没有助他飞升，反而将我烧成灰烬，而他竟当着我的尸骨与小师妹清晰深情相拥。哪怕重活一世，我也忘不了他当时冰冷刺骨的声音。他说自己真正心仪之人是清晰，还说与我虚与委蛇的日子多一秒都让他觉得恶心。师尊和同门见状，欲为我报仇，却也被他觉醒的朱雀神火燃烧殆尽。那一日，天道为他与清晰送上祝福，结为道侣，而我幻灵宫一门430口人尽数殒命于那场大火之中。一想到前世的惨状，我便双眸赤红，恨不得将这对狗男女千刀万剐。稳住心神，我在一众灵兽中逡巡，目光丝毫未在那只灰扑扑的红雀上停留，径直落在了一只前世便让我印象深刻的白狐身上。它微眯着双眼，雪白的皮毛在日光下泛着淡淡的银光，周身散发着不容小觑的气势。它绝非普通狐狸，而是传闻中的九尾灵狐。狐修千年成九尾，渡过天劫便可化为九曜天狐。虽然此刻它身后仅有一条尾巴，显然是用法力隐匿了真身，但它的修为绝对深不可测。我记得上辈子曾听闻，这只白狐从未与任何人结契，一直独自修炼，却在渡劫时不知为何到心不稳，最终陨落于天劫之下。攥紧拳头，我心中燃起熊熊斗志，连赤焰那只忘恩负义的杂毛鸟，我都能助它渡劫飞升，更何况是这只本就天赋异禀的九尾灵狐。这辈子我要选就选最强大的灵兽，护我宗门，报我血仇。于是我朝师尊盈盈一拜，语气坚定地表示，弟子愿与这只白狐结契。白狐闻言猛地睁开了眼睛，它的瞳仁是妖冶的紫色，仿佛蕴含着无尽的魅惑与威严，让人不敢直视。师尊笑眯眯地点了点头，应允了我的请求，并温言叮嘱我，身为大师姐，结契后更不可怠慢修炼，要为师弟师妹们做好榜样。看着师尊慈爱的笑容，我强忍住心中的酸涩。这位看似平凡的小老头，虽身为一门之主，却待我如亲女，从未忽视过宗门里的任何一个人。上辈子为了护我，整个幻灵宫都成了我的陪葬品。这一世我定要守护好他们，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就在这时，一道虚弱的鸟啼突然响起，我不许！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只满身伤痕、羽毛杂乱的红雀正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周围的弟子们纷纷议论起来，嫌弃这鸟灰扑扑的毫无灵气，甚至嘲笑它异想天开，竟想让我这个百年难遇的修仙奇才选它，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就在这时，那红雀用祈求的目光死死盯着我，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急切。阿离，你选我好不好？我是朱雀，待我渡劫之后，定会成为天下最厉害的灵兽，只有我才配得上你。我心念一动，按道理说，他此刻尚未觉醒记忆，绝不可能知道我的名字，更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赤焰也重生了？若是如此，那真是再好不过。这一世，我不必再瞻前顾后，复仇之事也能清算的心安理得。他的话瞬间引起了全场轰动，众人都不敢相信这竟是上古神兽朱雀。师尊上前探查良久，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他体内的确有朱雀血脉。师尊甚至劝我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毕竟朱雀乃上古神兽，潜力无穷。我正欲摇头拒绝，一团毛茸茸的白色身影突然扑进了我的怀里。那只白狐用脑袋轻轻蹭着我的颈窝，带来阵阵痒意，传音却带着几分阴恻恻的威胁。你既已选择与我结契，便不许再反悔。看着他这副口是心非的模样，我不由得有些失笑。传闻中狡黠难测、高冷孤傲的九尾灵狐，竟然是这般爱吃醋的性子。我抬起眸子，语气坚定地回绝了师尊。弟子心意已决，就选白狐。况且在我看来，白狐的潜力并不比朱雀差。赤焰的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的伤痛，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质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他喃喃着说，我明明应该和他结为道侣，
可话未说完，他便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他本就身负重伤，方才那几句话想必已经耗尽了他全部的心力。他的反应让我更加确信，赤焰确实和我一样重生了。只是我实在不解，上辈子他恨我入骨，不惜用渡劫之火将我挫骨扬灰，这辈子为何会这般纠缠不休？他不应该去找他心爱的小师妹卿卿我我吗？就在这时，小师妹清溪满脸心疼地冲上前，将赤焰紧紧抱在怀里，对着师尊苦苦哀求。师尊，这灵兽实在可怜，弟子不忍见他孤苦无依，愿与他结契。他之前选定的师就在一旁不满地拍打着翅膀，却也无可奈何，毕竟此时尚未正式结契，更改选择也合乎规矩。师尊皱了皱眉，好意劝阻清溪。朱雀乃上古神兽，性情刚烈，恐怕你驾驭不了。师尊，为何师姐可以，我就不行？我付出的努力并不比师姐少，难道在你眼里就只能看到师姐的光芒，却无视我们其他弟子的付出吗？师尊无奈地叹了口气，终究还是应允了他的请求。我冷笑一声，目光死死盯着赤焰那身杂乱的羽毛，没有了我的倾力相助，仅凭清溪那点三脚猫功夫，我倒要看看他如何为这只无底洞般的朱雀寻来灵丹妙药，助他渡劫飞升。回到自己的院落，我试图将紧紧趴在我身上的白狐抱下来，可他却纹丝不动。我有些无语，你这是想压死我，好找下家吗？白狐不屑地哼了一声，略微放松了爪子，醋意十足地质问我：哼，你刚才是不是对那只杂毛鸟动心了？都已经选了我，还一直盯着他看，他不就是只朱雀吗？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他那几根稀疏的红毛哪有我的皮毛好看？看着他气鼓鼓的模样，我强忍住揉他耳朵的冲动，正色对他说道：关于结契之事，我尚未正式问过你的意见，我郑重地问你，是否心甘情愿与我结契，日后结为道侣？若是你不愿，便可自行离开，不必耽误彼此的时间。他闻言，立刻将脑袋往我怀里钻了钻，语气带着几分委屈：不许去找别人结契，你既已选了我，怎能出尔反尔？我自然是愿意的。既然如此，我们现在便签订本命契约吧。我随即咬破手指，示意他逼出心头血。上辈子我便是因为太过轻信赤焰，未曾与他签订任何契约。他当时自视甚高，声称自己乃上古神兽朱雀，不愿被契约束缚，又以伤势未愈为由，斥责我不顾及他的身体。那时的我被所谓的感情冲昏了头脑，只当是神兽脾气骄纵，未曾多想。如今想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与我真心相待。这辈子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养出第二只白眼狼。本以为白狐会有所迟疑，毕竟本命契约一旦生效，双方便会同生共死，直至一方陨落，契约才会失效。可没想到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从眉心中逼出一滴金色的精血，与我的指尖血交融在一起，这便结契完成了。我还有些怔愣，没想到过程竟如此顺利。紧接着，白狐伸出粉嫩的舌头，轻轻舔舐着我指尖的伤口，略带湿润的倒刺带来酥麻的触感。他轻声让我别动，说是在给我止血。我心中一动，才想起还未问过他的名字。他抬眸望我，那双紫色的眸子里满是灼灼深情，告诉我他叫思幽，那眼神太过炽热，让我不由得有些不自然地移开了目光。就在这时，一个跌跌撞撞的鸟影从门外冲了进来，正是刚刚苏醒的赤焰。清溪紧跟在他身后，追到街前，娇弱地开口劝诫我：师姐，你既然已经选择了白狐，便不要再吊着赤焰了。如今赤焰已是我的灵兽，我们还是少些来往为好。赤焰却丝毫未理会清溪的话，用一双豆豆眼悲伤地望着我，质问我是不是真的不要他了，还搬出我曾经说过的要相守一辈子的誓言。突然，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惊呼我竟然和白狐签订了本命契约。他疯了一般的喃喃着不可能，甚至卑微地祈求我说，知道我还在怨他，认定我是在惩罚他。他竟然说会想办法解除这份契约，到时候我们再签订本命契约，不，哪怕是主仆契约也可以，只求我不要离开他。思幽冷嗤一声，狐尾猛地一扫，一道劲风便将赤焰扫出了几米远，语气冰冷地说道：哪里来的杂毛鸟，在这里唧唧歪歪，扰人清梦？我和我的道侣还要培养感情，无关人等，都给我滚！清溪连忙将赤焰搂在怀里，渲然欲泣地指责起我们来。他说师姐灵兽灵力强大，也不可如此霸道，还搬出朱雀乃上古神兽的身份，质问怎能私下随意打杀。他甚至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说师姐心中若是不满，有什么气尽管冲他来，不要伤害赤焰，毕竟他身上还有伤。赤焰在清溪怀里挣扎了几下，清溪凑近他耳边，不知悄声说了句什么，他便瞬间安静了下来，虽眼中仍带着不甘与哀怨，却还是乖乖跟着清溪离开了。院中终于恢复了清静，我按了按发胀的眉心，只觉得一切都太过混乱，前世今生的记忆交织在一起，让我的脑袋几乎要炸开。这时，一只温热的爪子轻轻搭在了我的太阳穴上，轻柔地按摩着。我没有避开，虽然我不知道这只狐狸究竟有什么意图，但至少目前看来，它并无恶意。赤焰这一世的表现与上一世截然不同，我本想直接杀了他以绝后患，可杀害上古神兽会遭到天道反噬，不如就让他跟着清溪。清溪修为浅薄，资源匮乏，赤焰想如上辈子那般顺利渡劫，简直是痴人说梦。爱侣变怨侣，这对他来说或许是比死亡更痛苦的惩罚。至于他如今的怪异举动，
想必是想再次哄骗我，让我成为他进阶的垫脚石。只可惜，我早已不是上辈子那个愚蠢的江离了。入夜，我做了一个噩梦，梦中赤焰再次将我推开，渡劫之火顺着他的力道爬上我的身体，灼烧着我的肌肤。可预想中的剧痛并未袭来，那火焰清凉柔和，带着一股令人安心的力量，将我轻轻裹挟。不对劲，我猛地睁开眼，却被眼前的景象晃花了眼。我的床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男人，他面如冠玉，眉眼间带着几分妖孽之气，脸离我极近。他尚未苏醒，清浅的呼吸与我的呼吸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暧昧。再往下看，这男子竟然一丝不挂，白皙精瘦的胸膛就这样暴露在我眼前，他的手臂紧紧揽着我的腰肢，力道十足。想来我梦中的火焰便是拜他所赐。我心中一惊，暗中运起灵力，一脚向他踹去，想要将他踹下床。可没想到我扑了个空，触碰到的不是人腿，而是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男子的长睫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一双熟悉的紫色眼眸中带着几分倦意，嘟囔着问我在闹什么，让我好好睡觉。我警惕地看着他，试探性地唤了一声思忧。他鼻腔中发出一声慵懒的又将我搂得紧了些，让我别闹。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震惊，问他怎么突然化形了。上辈子赤焰伤势严重，我耗费了无数心血才助他化形成功，如今我什么都还没做，思忧怎么就提前化形了？他定定地看着我，露出一个魅惑众生的笑容，凑近我的脸庞，呢喃道：我们以后会是道侣，提前行使道侣的职责，也很正常吧？弧形终究有些不方便，这样才能好好抱着我。我的脸颊瞬间染上红晕，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地说：该起了，我要修炼了。他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我，我别扭地侧过头。你这副模样不便出现在人前，我去给你找套衣裳。他闻言不满地皱了皱眉，为何要穿别人的衣裳？我无奈地解释：你总不能穿我的衣裳吧？他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却终究没再说什么。我起身前往小师弟的院落，得知我要借一套男子衣裳，小师弟的脸上露出了揶揄的笑容，八卦道：师姐，是谁扰了你的道心？我揉了揉眉心，对小师弟的八卦感到无语。我解释说是因为我的灵兽昨夜突然化形，我还没来得及为他准备衣裳，这才特意来向他借一套。小师弟闻言，八卦的神情瞬间转为震惊，惊呼：怎么这么快就化形了？他提起昨日我放弃朱雀时，大家还为我感到可惜，没想到我竟是慧眼如炬，感叹这白狐如此不凡，直夸我不愧是师姐。在小师弟滔滔不绝的夸赞中，我感觉到后脖梗有些发痒，似乎有毛发在轻轻蹭着，该不会是思忧跟来了吧？我连忙打断小师弟的话，让他进去取衣裳。小师弟的灵兽是一只圆滚滚的熊猫团子，名叫圆圆。小师弟抬手递衣裳时，熊猫团子一个不稳，从他的袖子里滚落出来，我连忙伸手接住。圆圆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看着我，可爱的模样让我心都化了。昨天看到小师弟选择他时，我就有些手痒，如今终于有了机会，便忍不住撸了好几把。熊猫的毛发厚实柔软，手感绝佳，它在我的手下也舒服地眯起了眼睛。突然，圆圆的眼睛瞪得溜圆，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的耳后传来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你的手在干什么？不是说给我取衣裳吗？我动作一僵，心中暗忖，这死狐狸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我又快速地摸了圆圆几下，以示安抚，才恋恋不舍地将它还给小师弟。怎么办？感觉自己快要变成毛绒控了。可惜两辈子选的灵兽都没有这么憨态可掬。赤焰虽是朱雀，渡劫之前羽毛稀疏，丑陋不堪，我从未敢触碰它。而思忧虽然颜值出众，却总是端着一副高冷的架子，我一摸它就炸毛，显然极不喜欢被人触碰。回到院落，思忧从我的袖中钻了出来，化作一只巴掌大的小白狐，蹲在我的肩膀上，口是心非地说：想摸就摸吧。我敷衍地在他背上顺了几下，心中却忍不住将他与刚才的熊猫团子做比较，还是圆圆更软乎乎、毛茸茸啊。思忧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心思，咬牙切齿地问我是不是还在想那只熊猫。我连忙否认，我不是，我没有，别乱说。好了，快化形，穿上衣裳，跟我一同修炼。幻灵宫自有一套独特的修炼功法，这套功法不仅适用于个人修行，修士与灵兽共同修炼时，还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上辈子赤焰极为娇气，吃穿用度都要最好的。为了助他早日渡劫，我每日天不亮便出门历练，四处搜寻灵草仙药。我曾邀请赤焰与我一同前往秘境历练，培养默契，他却勃然大怒：你竟然让小爷陪你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我可是尊贵的朱雀，每次独自历练，遇到师弟师妹们，他们都会询问我为何不与灵兽一同出行，我总是为赤焰遮掩，我一个人足以应对。赤焰正在潜心修炼，准备渡劫，我不便打扰他。可实际上，独自历练的日子格外艰难，我常常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独自修炼本就进度缓慢，还要抽出大量时间寻找灵草，而我在外拼命的时候，赤焰却早已与小师妹勾搭上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奸情从何时开始，只知道赤焰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嫌恶，说出的话也越来越伤人。每次我带着一身伤痕回到院落，将寻来的灵草递给他时，他都会掩住口鼻，嫌恶的示意我离他远一点。我总是自我催眠，朱雀天性高贵，见不得血污，等他渡劫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我万万没想到，这只神兽
根本就没有心。与思优一同修炼时，我惊喜地发现我们之间的默契度极高，在功法的加持下，我的修为突飞猛进。这段时间，我也与他一同接下了宗门的各种历练任务，在一次又一次斩杀妖兽的过程中，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我也终于体会到了并肩作战的乐趣。同时，我心中的疑问也越来越深：思优的修为和天赋如此之高，上辈子为何会渡劫失败，陨落于天劫之下？无论其中缘由为何，这辈子我定不会让悲剧重演。忙于修炼与历练，我甚少关注赤焰与清溪的近况，但一同历练的师弟师妹们总会在闲聊时向我抱怨：师姐，你知道吗？那只朱雀简直就是个无底洞。上次清溪师妹求师尊赐下灵丹妙药，说朱雀乃神兽，一旦渡劫，必将成为宗门的一大助力。师尊心善，给了他好几篮子丹药，结果全都石沉大海。那鸟现在还是浑身杂毛，哪有半点朱雀的模样？该不会是师尊当初看走眼了吧？师姐，现在每次历练回来，我都怕遇到清溪师妹，一回到宗门，她就会过来讨要药草。起初我心软，觉得都是同门，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可后来才知道，她到处向人借药草。朱雀是神兽不假，但我们的灵兽也需要灵草滋养啊！听到这些消息，我忍不住冷笑。不过我心中也有几分讶异，没想到清溪为了赤焰，竟然愿意做到这种地步。但他从未向我讨要过药草，想来是心中有愧吧。回到宗门后，我偶遇了许久未见的清溪。我平日里参与的都是高阶历练，而清溪的修为只能支撑他参与中低级历练。他的面色比上次见面时憔悴了许多，想来和上辈子的我一样，为了给灵兽寻找资源，耗费了不少心力。他看到我时，眼神有些躲闪，想要避开，却又像是下定了决心，主动走上前来。师姐，你这趟历练想必收获颇丰吧？能不能给我一些药草？你也知道，朱雀渡劫对宗门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况且师姐你经常外出历练，你的灵兽定然用不上这么多药草，就算全都给了他，天赋摆在那里，也未必能提升多少，还不如拿出来供养神兽。我嗤笑出声：清溪，人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你既然没有能力供养朱雀，当初为何还要选择他？既然他是上古神兽，区中低级历练，对他来说应该不在话下吧？你每日四处乞讨药草，却连一点成效都没有，该不会他其实是个废柴吧？清溪被我说的气急败坏，想要动手，却被蹲在我肩头的思优吓住了。思优的身子已经弓起，尾巴炸毛，显然进入了攻击状态。他只能放下狠话，你也只能现在嚣张。等赤焰渡劫之后，整个宗门都不会是我的对手。回到院落，思优化作人形，慵懒地斜靠在床榻上，用手指轻轻缠绕着我的发丝，语气带着几分期待。我们的结缘大典是不是该准备起来了？我差点一口水喷出来。结缘大典，他颇为理所当然的点头。之前一同历练，已经证明了我们的默契。结缘大典的事情可以开始筹备了。他眯了眯眼，紫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还是说你心里还想着别的灵兽，比如那只杂毛鸟？我失笑，只得推脱待我禀明师尊，便将此事提上日程。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思优确实是个合适的道侣。他实力强大，对我一心一意，与他双修还能快速提升修为，早点定下来也好。更何况思优的容貌如此出众，怎么看都是我赚了。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师尊的传音，让我即刻前往他的院落。抵达师尊的院子时，他正在逗弄自己的灵兽玄龟。见我们来了，师尊露出了慈爱的笑容：江离啊，最近幻物秘境即将开放，到时候你带着师弟师妹们去历练一番。你们这段时间与灵兽磨合得不错，也该见见世面了。我恭敬地行了一礼。上辈子我并未参与此次秘境试炼，当时师尊为了让弟子们与灵兽培养默契，要求所有契约了灵兽的弟子一同参加，而我因为赤焰不愿同行，便被排除在外。这辈子我与思优配合默契，自然成了带队之人。思优有些不满地用手肘戳了戳我，传音道告诉我忘了最重要的事情，问我怎么不跟师尊说。我回过神，对师尊说道：师尊，弟子有一事相求，弟子想与思优结为道侣，则良辰吉日举办结缘大典。师尊摸着胡子，笑眯眯地说：这是好事，一定要好好操办。等我们从秘境回来，便举办大典，也让宗门上下热闹热闹。我的脸颊微微发烫，思优欣喜地向师尊行了一礼，礼貌道谢。回去的路上，思优心情大好，对着来往的师弟师妹们热情地打招呼。师弟师妹们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往日里这只白狐总是冷着一张脸，今日这般模样，莫不是吃错药了？我不想打扰他的兴致，可到了半夜，我终于忍无可忍，能不能别再偷偷看我了？不睡觉就去外面修炼。思优毫无心虚之意，我看我未来的道侣有什么问题吗？谁规定不能看了？我咬牙切齿，不睡觉就去做点别的事。他的紫色眼眸亮了一下，语气带着几分暧昧：什么都可以吗？我还未反应过来，他便俯身靠近，略带凉意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脸颊上，银色的发丝垂落在我的脸侧，带来阵阵痒意。我想要。思优伸手扣住我的手腕，轻柔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将我的手按在床侧。我有些紧张。思优，我们还未正式结为道侣呢。他眸中含着笑意。我知道，可这段时间历练太过辛苦，我提前支取一些甜头，应该不过分吧？话音未落，一个轻柔缱绻的吻便落了下来，堵住了我的唇。次日，师尊召集了所有契约了灵兽的弟子，告知了幻物秘境的相关事宜。我注意到
在场的弟子都带着自己的灵兽，只有清溪孤零零地站在一旁，眼神晦暗不明。出发之日，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出现了。清溪一扫之前的憔悴与压抑，面露得意之色，身后跟着一个身形单薄的男子。那男子眉眼俊逸，却脸色苍白，全然没有了上辈子赤焰化形后的金贵仪态。是赤焰，他竟然化形了！有弟子发出了惊叹之声，朱雀竟然化形了！清溪师妹真是厉害。之前看朱雀那般狼狈，没想到化为人形，竟是个美男子。看着赤焰这副病恹恹的模样，我的心绪有些微妙。上辈子赤焰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化形后自带天生贵气，而这辈子他虽成功化形，但修为和气质与上辈子相比差了不止一星半点。我有些恶劣的想，若是此时他强行渡劫，恐怕会被渡劫之火烧的只剩下一堆灰烬吧。思忧不满地凑近我的耳旁，醋意十足地说道：“我们昨晚才温存过，你怎么又看着外人？就他这病歪歪的样子，也能入得了你的眼？”我的脸颊瞬间涨红，连忙捂住他的嘴：“你别瞎说。”我们这边的动静吸引了众人的注意，赤焰的眸色一亮，朝着我快步走来。他的身形还有些不稳，走起路来若柳扶风。若是上辈子的我看到这一幕，定会心疼不已。但现在我只冷漠地看着他，想看看他究竟要耍什么花招。走到我面前时，赤焰脚下一个踉跄，朝着我的怀里倒来。思忧毫不客气地伸出脚，赤焰本就内力不稳，此刻被他一绊，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清溪见状，立刻红了眼眶，质问我：“师姐，你怎能放任你的灵兽随意欺辱同门？”思忧无所谓地摊了摊手：“有人想碰瓷我的道侣，我还不能出手阻拦了。”赤焰眼眶一红，委屈地说道：“什么道侣？阿离是我的道侣。”他看向我，语气带着几分哀求：“阿离，我一化形就来找你了。之前是我太任性，不懂你的好，现在我都知道错了。我才500岁，还没有成年，你能不能原谅我？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冷笑：“若是所有过错都能被原谅，那这世间还要天道何用？亏你说得出口，500年的时光，你是凡人的一生，你却说自己不懂事，要我迁就你，真是厚颜无耻。”他试图伸手扯我的衣角，却被思忧一脚蹬开。滚！清溪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对赤焰的付出全都是一场笑话。他望向我的背影，眼神中充满了狠厉。幻雾秘境内，白雾缭绕，我们一行人穿梭其中，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妖兽，我并未出手，而是让师弟师妹们自行解决。看着他们手忙脚乱的样子，我不由得扶额，与其说这是一场试炼，不如说是让他们出来游玩。怪不得师尊让我带队，想来他老人家是想躲懒了。突然，思忧伸手拦住了我，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前方树影婆娑，看似平静的景象中，却隐藏着一丝异样的灵力波动。片刻之后，一双血红的眼睛出现在树影中，死死地盯着我们。是鬼面魔蛛，可此刻正是鬼面魔蛛休眠的时节，他们通常会躲在隐蔽的地方沉睡，怎会出现在这里，还一副来者不善的模样。鬼面魔蛛的身形逐渐显现出来，漆黑的身体上交织着诡异的血色纹路。思忧皱起眉头，沉声道：“他的气息不对劲，应该是服用了大量的燃魂花。燃魂花虽能让妖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攻击力，但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损伤。如此大剂量的服用，这只鬼面魔蛛显然是想同归于尽。”我大喝一声：“快逃！”可已经来不及了。鬼面魔蛛吐出的毒丝化作天罗地网，朝着我们喷射而来。我和思忧堪堪避开，回头望去，却发现绝大多数师弟师妹都被蛛丝牢牢捆住，侥幸避开的弟子也都受了伤。二师妹脸色涨红，口鼻被蛛丝缠住，眼看就要窒息。我连忙大喊：“快用令牌脱困！”二师妹怀里的灵猫挣扎着咬碎了令牌，两人瞬间消失在秘境中。我松了口气，其他师弟师妹见状，也纷纷击碎令牌，逃离了秘境。我本想捏碎令牌返回宗门，却发现令牌早已不翼而飞。退至远处的清溪突然抚掌大笑：“师姐啊，师姐，你还是下地狱吧！”他手中捏着2枚令牌，得意至极。清溪捏碎传送令牌，消失在原地。我心中并无太多惊慌，反倒生出一股尘埃落定的冷意。果然，狗急跳墙，他为了那个无底洞般的朱雀，早已疯魔到不惜残害同门。那只鬼面魔蛛嘶吼着扑来，腥臭的气息几乎要将人熏晕。他双目赤红，显然不仅仅是吃了燃魂花那么简单，身上还有着禁术催化的痕迹。清溪这是下了血本，不仅要我的命，还要将思忧献祭，好掩盖他那只废物朱雀的无能。千钧一发之际，我肩头一轻，一道耀眼的白光瞬间暴涨，思忧显出了真身，那并非寻常狐狸，而是如山岳般巍峨的巨兽。银白的皮毛在昏暗的秘境中流淌着月华般的光辉，即便只是单尾状态，那源自血脉的威压也让周围躁动的空气凝滞了一瞬。思忧挥爪而下，带着撕裂虚空的劲风，漫天盖地足以腐蚀灵气的毒蛛网竟被他硬生生撕开了一道缺口。我心中一紧，思忧虽然强大，但他曾渡劫失败，如今强行催动本源之力对抗这只被禁术强化到接近元婴期的魔蛛，定会遭到反噬。果然，那魔蛛不知疼痛，断了几条腿后反而更加狂暴，吐出的毒液如暴雨般倾泻，逼得思忧不得不缩小身形回到我身边。雪白的皮毛上已沾染了点点黑斑，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脑海中飞速翻阅着前世的记忆。上一世我虽未亲临此地，但在宗门古籍中见过关于幻雾秘境的记载。这秘境并非天然形成，
而是一座上古大阵演化而来。既然是阵，便有阵眼，与其在外围被这发疯的畜生耗死，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直捣黄龙。我没时间解释，一把捞起变回小狐狸形态的思优，向着秘境最深处那团最为浓重的迷雾冲去。身后是魔蛛震耳欲聋的咆哮和树木倒塌的轰鸣，我能感觉到那股令人作呕的杀意紧紧咬在身后。越往深处，雾气越浓，连神识都被阻隔。大魔蛛似乎对这核心区域有所忌惮，但嗜血的本能让它紧追不舍。突然，脚下的土地一阵剧烈震颤，魔蛛一道毒液喷射而来，为了护我，怀中的思优猛地窜出，用身体硬生生挡下了那一击。巨大的冲击力将我们同时掀翻，身下的地面崩塌，我们直直坠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漆黑洞穴。下坠的过程中，我死死将思优护在怀里，直到重重摔在坚硬的石地上。顾不得浑身散架般的剧痛，我立刻查看思优的情况。他此刻已无法维持兽形，化作了人形模样，只是那张平日里妖孽横生的脸此刻惨白如纸，眉心紧蹙，一团黑气正顺着他的脖颈向心脉蔓延，是鬼面魔蛛的尸骨毒，且混杂了尽数的阴寒之气，若不及时逼出，哪怕他是九尾天狐，也会损毁根基。我当机立断，扶起他盘膝而坐，此地灵气诡异的充沛，正好借力。我运转功法，双手抵住他的胸膛，将自身的木系灵力缓缓探入他的经脉。指尖触碰到他肌肤的那一刻，滚烫与冰寒交织的触感让我心头一颤。毒素极其顽固，必须用我的灵力作为引导，一点点将其吸附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灵力在彼此体内交融循环，这种感觉比单纯的身体接触更为亲密，仿佛灵魂都在站立。思优在此刻缓缓睁开了眼，那双紫色的眸子因为虚弱而少了平日的灵力，多了一层水雾般的迷离，却依旧死死地盯着我。他似乎对这种疗伤方式很是受用，哪怕痛得冷汗直流，嘴角竟还勾起一抹虚弱又欠揍的弧度。他在识海中向我传音，声音沙哑又带着几分委屈，问我若他就这么死了，我是不是转头就会去找那只杂毛鸟，还是说会为了他守寡？都什么时候了，这狐狸脑子里装的竟然全是这些酸溜溜的废料。我狠狠瞪了他一眼，手下的灵力输出却更加轻柔了几分。他得寸进尺，趁着我无法抽身，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脑袋埋在我的颈窝，哼哼唧唧的讨要所谓的道侣专属安慰，非说伤口疼得厉害，需要我亲亲才能好。我被他这副没皮没脸的模样弄得没脾气，只能在心里暗骂这哪里是高冷的神兽，分明就是个粘人的妖精。待最后一丝毒血被我逼出，他才心满意足地松了一口气，却依旧赖在我怀里不肯起来，手指还不安分地缠绕着我的发丝，确认他已无大碍，我才有心思打量四周。这一看却让我心跳加速。这洞穴并非天然形成，石壁上刻满了繁复古老的符文，正中央有一具早已作画的枯骨，枯骨旁悬浮着一块散发着柔和白光的玉石和一卷残破的羊皮卷，那是上古玉兽大能的传承秘籍。我快步上前，拿起那卷羊皮卷，展开一看，竟是失传已久的灵兽同心诀残卷。此法诀能让弃灵者与灵兽心意相通，灵力共享，甚至在战斗中能爆发出超越等级的合击之力，这简直是为我和思优量身定做的。而那块玉石正是古籍中记载的蜃楼珠，也就是这幻物秘境的控制枢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清晰想用这秘境杀我，却亲手将我送到了这天大的机缘面前。我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与思优一同参悟那灵兽同心诀。或许是因为我们本就签订了生死契约，又刚刚经历了一场灵力交融的疗伤，这晦涩难懂的法诀在我们眼中竟如流水般顺畅。短短半个时辰，我们便已掌握了残卷的精髓。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思优体内那股磅礴浩瀚的力量正通过契约源源不断地反馈给我，而我的灵力也在滋养着他的经脉。就在这时，头顶传来巨响，碎石滚落，那只魔蛛竟然挖通了地层，追了下来。魔蛛那庞大的身躯挤满了洞口，复眼中满是贪婪与杀戮的欲望。若是之前，我或许还要避其锋芒，但现在我握紧手中的蜃楼珠，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思优也缓缓站起，那种慵懒的气质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令人胆寒的杀意。他侧头看了我一眼，紫眸中流转着摄人心魄的光芒。我将灵力注入蜃楼珠，刹那间，整个秘境的迷雾仿佛听到了号令，疯狂涌动起来。原本阻碍我们视线的白雾，此刻化作了最坚实的囚笼，将那只不可一世的魔蛛死死困在原地。魔蛛惊恐地挣扎，却发现那些雾气如复古之居，无论它如何喷吐毒液都无法驱散。思优，动手！我在心中默念，不需要言语。心意相通的瞬间，思优的身影已如鬼魅般消失在原地。这一次，他没有再保留，在他身后，除了那条实体的巨尾外，竟然浮现出了另外3条巨大的虚影，四尾齐出。虽然只是虚影，但那恐怖的威压瞬间将洞穴内的空气挤压得发出爆鸣。那是九尾天狐的本源神通，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魔蛛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发出了凄厉的尖叫，想要自爆内丹同归于尽，但我怎会给他这个机会？蜃楼珠在我手中光芒大盛，迷雾瞬间凝固如铁，硬生生压制住了他体内暴乱的灵力。下一秒，思优的利爪已至，4条尾巴如同4根擎天巨柱，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砸下。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有纯粹的力量碾压。轰然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待烟尘散去，那只曾让我们狼狈逃窜的鬼面魔蛛
此刻已成了一滩肉泥，连那坚硬无比的甲壳都碎成了粉末。一颗血红色的腰丹滚落在一旁，被思优嫌弃的一脚踢到了我脚边。他收起法香，变回人形，傲娇地扬起下巴，一副求表扬的神情，仿佛刚才那个大杀四方的凶手不是他。我忍俊不禁，将腰丹收好，这可是好东西，足以让我的修为再上一个台阶，也是清晰残害同门的铁证。我利用蜃楼珠重新调整了秘境的出口，直接开启了一条通往宗门大殿的通道。看着那旋转的光门，我眼底的笑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寒冰。带着思优回到宗门山门的那一刻，我便察觉到了气氛的诡异。原本应当因我们从幻雾秘境平安归来而欢呼的师弟师妹们，此刻看我的眼神却闪烁躲闪，甚至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指责与疏离。我心中冷笑，不用想也知道，定是那位好师妹又做了什么妖。果然，清溪比我先一步回到了宗门，她不仅回来了，还带回了一身令人触目惊心的伤。此刻她正虚弱地倚在赤焰怀里，在众人的簇拥下，苍白着一张脸，眼角挂着泪痕，却还在故作坚强地为我开脱。她说是我在秘境中鲁莽行事，引来了狂暴的高阶妖兽，她为了救同门，才不惜动用禁术，导致经脉受损，连他的朱雀也为了护他而元气大伤。他袖口挽起，露出那道深可见骨的伤痕。哪怕我手中的魔珠妖丹足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斩杀者，但在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清晰那精湛的演技面前，真相似乎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师尊虽未全信他的鬼话，看着我带回的妖丹神色稍缓，但看着清晰那副随时要断气的模样，终究还是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嘱咐我日后行事需更稳重，莫要贪功冒进。我冷眼旁观着这场闹剧，心中没有半分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前世我为了宗门拼死拼活，最后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今生我救了他们的命，却换来一句鲁莽。这世道果然是谁弱谁有理，谁会哭谁就赢。趴在我肩头的思优显然没我这么好的脾气，他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爪子焦躁地抓挠着我的衣领。若不是我按住他，恐怕他早就冲上去给那对狗男女一人一爪子了。我轻轻抚摸着他炸起的脊背，用眼神安抚他，不急，好戏才刚刚开场，现在撕破脸只会让他们有了倒打一耙的机会。我要的是让他们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接下来的几日，宗门内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愈演愈烈，他们说我嫉妒师妹契约了神兽朱雀，心胸狭窄，故意在秘境中使绊子，说我为了抢功不顾同门死活，甚至有人信誓旦旦地说看到我在秘境中对师妹见死不救。对于这些嚼舌根的人，我懒得费口舌解释。倒是思优，哪怕是右狐形态，那睚眦必报的性子也一点没变。那些在背后编排我最喜欢的弟子，这几天不是走路平地摔个狗吃屎，就是修炼时莫名其妙被幻术困住，吓得屁滚尿流。看着他们疑神疑鬼的模样，我心中的郁气散了不少，但这显然没能阻止清晰的戏码升级。他似乎认准了我不会当众发难，行事越发肆无忌惮。他开始日日拖着那副残躯去药堂帮忙，美其名曰为宗门分忧，实则是在博取同情。每当我在药堂遇到他，他便会像受惊的小鹿一般瑟缩一下，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最可笑的一次，我刚从丹房取了丹药出来，他便恰好路过，脚下一滑，手中的药盘打翻在地，整个人也向后跌去。若不是旁边的弟子扶得快，他怕是要摔个结实。还没等我开口，他便红着眼眶，声音颤抖地向我道歉，说他不是故意挡路，求师姐不要生气。那副委曲求全的模样，瞬间引来了周围弟子谴责的目光，仿佛刚才真的是我恶毒地推了他一把。更恶毒的是，他开始在我的院落周围做文章。他无意间在我的院墙外发现了一缕残留的魔气，然后便是一脸惊恐地暗示众人，说我的白狐来历不明，或许并非灵兽，而是妖邪之物。这一招可谓阴毒至极，在这个修仙界，沾上魔字便是死罪。他这是想借宗门之手除掉思优，断我臂膀。我按兵不动，任由他上蹿下跳。他以为我在忍气吞声，殊不知我是在等他露出狐狸尾巴。魔气，既然他这么喜欢贼喊捉贼，那我便帮他好好查查，这魔气究竟是从哪来的。入夜，月黑风高，我贴上隐匿符，抱着思优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后山。这段时间，我和思优轮流盯着清溪，发现他每隔3日的深夜都会避开人群，鬼鬼祟祟地前往后山那片早已废弃的兽栏。那里曾是宗门圈养低阶灵兽的地方，因为只偏僻阴森，早已荒废多年。今夜又是他行动的日子，我和思优躲在暗处，看着清溪抱着赤焰匆匆进入兽栏深处。隔着老远，思优的鼻翼便微微耸动，传音告诉我，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越来越浓了。那是赤焰身上的气息，不再是纯粹的火灵力，而是混杂着腐朽、贪婪以及浓重血腥味的恶臭。我屏住呼吸，悄悄靠近，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到清溪将怀中的赤焰放在地上。那只所谓的神兽，此刻哪里还有半点平日里的萎靡？它浑身的羽毛虽然依旧杂乱无光，但那双豆大的眼睛里却闪烁着令人心悸的猩红光芒。他死死盯着清溪，发出急促的嘶鸣。清溪似乎有些畏惧，犹豫了片刻，还是咬破指尖，逼出一滴精血喂给他。赤焰迫不及待地吞下那滴血，却似乎并不满足，反而变得更加暴躁，扑腾着翅膀想要更多。清溪脸色惨白，显然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这种程度的供养。他低声安抚着赤焰，承诺会想办法给他找更好的补品。看着这一幕，我心中的猜测隐隐得到了印证。赤焰这个杂种
他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灵药，而是活生生的血肉精华。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带着整理好的所有证据，从魔阄的古籍记载到灵兽干尸的留影，再到昨夜这场令人发指的交易记录，叩响了师尊的房门。师尊正在打坐，见我神色凝重，立刻平退左右。当看完那些证据，尤其是看到水晶树中赤焰那狰狞的魔像和出卖宗门的言论时，向来沉稳的师尊震怒地拍碎了身前的万年沉香木暗记。畜生，简直是畜生！师尊气得浑身发抖，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痛心。幻灵宫待赤焰不薄，清泉宗之力供养，他竟然是这样一个勾结外族、意图覆灭宗门的祸胎。他看着我，眼中满是愧疚与后怕。若非我警觉，若非我重生归来带着前世的记忆，恐怕直到宗门覆灭，我们都还被蒙在鼓里，将这只恶鬼当作神明供奉。师尊当即想要召集长老，立刻出手清理门户，却被我拦下。我冷静地分析，赤焰既然敢勾结魔蛛族，定然留有后手，而且他现在尚未完全魔化，若是强行出手，他很可能会反咬一口，说我们迫害神兽，甚至引爆体内的魔奇拉整个宗门陪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他背后的魔蛛势力一网打尽，永绝后患。师尊强压怒火，看向我，问我可有良策。我眼中闪过一丝寒芒，缓缓吐出4个字：将计就计。在密室中，师尊，我与思幽定下了一个绝杀之策。他不是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渡劫吗？他不是想要那至高无上的荣耀吗？他不是想要在渡劫大典上开启大阵缺口吗？那我们便为他搭好这最后的戏台。为了让那只贪婪的魔阄彻底入套，我们故意放出风声，称思幽近期修为突飞猛进，极有可能在大典之后迎来化神期的渡劫。与此同时，我们撤去了对清溪及其院落的部分监控。果然，赤焰按捺不住了，他通过清溪，甚至不惜动用燃烧精血的秘法，疯狂地打探思幽渡劫的确切时间和地点。他不仅在宗门内安插眼线，更频繁地与魔蛛族联络。那股急不可耐的贪婪气息，隔着10里地我都能闻到。在他那扭曲的认知里，这根本不是什么危机，而是天道为他准备的盛宴。他大概觉得，只要思幽渡劫虚弱，他就能乘虚而入，不仅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还能顺理成章地接手我这个血包。清溪也没闲着，他像只跳梁小丑般在宗门内上蹿下跳。他那张因为长期供血而惨白的脸上挂着诡异的亢奋，试图散布更多关于我和思幽的负面传言，什么人妖殊途必遭天谴，什么白狐其实是吸取阳气的妖孽，可惜收效甚微。如今的宗门弟子，在经历了之前的种种闹剧后，早已不再是他几句谗言就能煽动的了。看着他那副为了讨好赤焰而疯魔的样子，我只觉得可悲又可笑。为了给这把火再添点油，我精心策划了一场偶遇。我偶然在藏书阁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份残破的古籍，上面记载了一种名为血灵剂的偏方，以纯阴之血为引，可助血脉不纯之火系神兽稳定渡劫，洗去杂质，重塑神骨。当然，这所谓的古籍不过是我与思幽连夜伪造的赝品。为了逼真，我甚至在上面滴了几滴自己的血，伪造出岁月的痕迹。我特意选了一个清晰必经的路口，与思幽假装争执。我满脸担忧地表示此法太过阴毒，需自愿献祭，且会损耗根基，甚至可能危及性命。即便能助神兽渡劫，代价也太大了。而思幽则在一旁冷嘲热讽，说那只杂毛鸟根本不配用这种逆天改命的法子。躲在暗处的清溪听得真切，眼中闪过狂喜的光芒。他如获至宝般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赤焰。我想那一刻赤焰定是欣喜若狂，在他那自恋到极点的脑子里，大概从未想过这是一个陷阱。他只会觉得这是上天对他高贵血统的补偿。他肯定在想，看吧，江离那个贱人生来就是为了成全我的，他的血，他的命本来就该是我的养料，前世他能为我死，这辈子他凭什么不继续奉献？只要我稍微勾勾手指，或者在危急关头逼他一把，他就该乖乖把心头血献上来，跪着求我成神。这种理所当然的恶才是最令人作呕的。结缘大典如期而至，幻灵宫的主峰广场上，宾客云集，仙乐飘飘，修仙界各方势力皆派人前来观礼，连剑阁少主凌风也亲自送上了贺礼。我身着大红嫁衣，凤冠霞帔，红装10里，与一身红衣妖孽无双的思幽并肩而立。思幽今日并未化作本体，而是以人形示人，那张颠倒众生的脸庞在红衣的映衬下，更是美得惊心动魄。我们在天地与师尊的见证下，交换了本命誓言，结为道侣。那一刻，思幽的手紧紧握着我，掌心的温度滚烫。他在我耳边低语，声音有些颤抖：阿离，过了今日，你便是我的妻，生生世世永不分离。谁若敢动你分毫，我必让他神魂俱灭。我回握住他，眼角余光却瞥见了角落里的赤焰和清溪。清溪强颜欢笑，脸色苍白的像鬼，显然是被赤焰抽取了不少精血来维持今日的体面。而赤焰，他虽然维持着人形，那副病弱公子的皮囊下却藏着一双阴鸷的可怕的眼睛。他死死盯着我，眼神中没有丝毫祝福，只有赤裸裸的占有欲和杀意。他在等一个将我拆吃入腹的机会。就在大典进行到最高潮、万众瞩目之时，变故突生。思幽突然闷哼一声，
周身气息暴涨，狂暴的妖力如潮水般涌出，甚至震碎了周围的几张桌案。天空瞬间乌云密布，雷声滚滚，仿佛天道震怒。这是我们提前布置好的伪天劫启动了，看起来就像是思优因为情绪激动，压制不住体内暴涨的修为，要当场渡劫。不好，要渡劫了！我惊慌失措的大喊，脸上恰到好处的露出一丝绝望。这里人太多，会伤及无辜，快去后山！我们匆忙决定前往宗门后山那处早已预设好的渡劫地，那里看似是一处绝佳的避雷之地，实则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9981重净化与坤沙大阵，专克魔物。赤焰果然上钩了，在他看来，这是天赐良机。思优渡劫虚弱，自顾不暇，我心神大乱，防备松懈，这简直就是老天爷把饭喂到了他嘴边。他甚至没有多想一秒，便带着清溪跟了上来。后山禁闭，阴云密布。当我们刚刚落地，还没来得及布置阵法，赤焰便迫不及待地撕下了伪装。江离，把你的人都撤走，这里我来护法。他大言不惭地吼道，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我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护法，就凭你这只连毛都没长齐的杂毛鸟？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他。贱人，给脸不要脸！赤焰面容扭曲，那副温润公子的皮囊瞬间崩裂，身上腾起黑红交织的污浊火焰，那火焰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尸臭味，直扑向我。既然你不识抬举，那我就自己来取。你的心头血本来就是为了助我成神而存在的，能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耀。听听，多么理直气壮！在他眼里，杀我取血不是罪恶，而是对我的恩赐。与此同时，清溪也发了疯，他吞下一把丹药，那是魔血丹，能强行透支生命，换取短暂的修为爆发。他尖叫着攻击周围试图上前的弟子，试图制造混乱，为赤焰争取时间。师姐，你就成全了赤焰吧，他那么爱你，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只要一点心头血，他就能渡劫了啊！清溪一边疯狂攻击，一边还在用那套令人作呕的逻辑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早就等着你们了！我冷喝一声，手中长剑出鞘，剑光如虹，没有丝毫慌乱。我与思优配合默契，轻易挡下了赤焰那看似凶猛实则虚浮的扑击。起阵！随着师尊一声令下，埋伏在四周的长老们同时解印，宗门护山大阵轰然启动，一道金色的光幕冲天而起，将整个后山禁地笼罩其中，不仅隔绝了内外，更彻底断绝了赤焰和那群埋伏在外的魔蛛族逃跑的退路。赤焰一击不中，正欲再攻，却发现自己已身陷重围。他惊恐地环顾四周，发现原本慌乱的宾客和弟子们此刻却一个个神色肃穆，手中兵刃出鞘，哪里还有半点惊慌的样子？你们早就知道。赤焰的声音颤抖起来，眼中闪过一丝不可置信。不可能，我是天命之子，我是神兽朱雀，你们怎么敢算计我？我没有回答他，而是当众抛出了一枚流影石，灵力注入，巨大的光幕在半空中展开。画面中，赤焰那贪婪吞噬灵兽的丑态，与魔蛛使者密谋出卖宗门的嘴脸，以及他身上魔蛛特征显化的狰狞模样，一一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尤其是那段关于纯阴之血和灵外合的对话，更是如惊雷般炸响在每个人耳边。全场哗然，那些曾经同情过他，甚至相信过他神兽身份的弟子们，此刻只觉得一阵恶寒。随即是滔天的愤怒，他们竟然供奉了一只吃人的怪物这么久，甚至差点因为这只怪物的阴谋而全宗覆灭。赤焰，我看着他，语气平静而冰冷，声音通过灵力传遍全场。你以为你披着朱雀的皮就能瞒天过海？你不过是一只卑劣的杂种，靠着吞噬纯血生灵来伪装渡劫。你所谓的成神，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我顿了顿，目光如刀，一步步逼近他。前世我在梦中曾见过你欺骗我，利用我，最后将我焚杀献祭，那一世的血债，今日便要让你血债血偿。虽然只是说是梦境，但那其中的恨意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心惊。阴谋彻底败露，赤焰彻底疯狂了。他无法接受自己从高高在上的神兽跌落成魔物的事实，更无法接受被他视为血包的我竟然敢反抗。既然你们找死，那就都给我陪葬！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怪叫，身形暴涨，彻底显露出了他的本体，一只巨大的长着稀疏红毛，周身缭绕着黑气的怪鸟。它的喙如钩，爪如刃，散发着浓烈的魔气，那股恶臭瞬间弥漫全场。随着他的召唤，护山大阵外传来了密集的撞击声，埋伏在外的魔蛛族发动了总攻。然而他们绝望地发现，那原本应该是他们内应开启的缺口，此刻却成了最坚固的壁垒。杀！师尊一声令下，宗门精锐尽出，净化大阵启动，金色的阵纹如锁链般缠绕向赤焰，原本嚣张的魔气在阵法中如冰雪消融，发出滋滋的声响。思优再无保留，他身后9条巨大的虎尾虚影冲天而起，虽然尚未完全渡劫，但那属于九尾天狐的威压已足以让万兽臣服。他化作一道白色的流光，与赤焰战作一团。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杀。赤焰在思优和宗门高手的围攻下节节败退，他引以为傲的魔火在思优纯净的虎火面前不堪一击。他疯狂地嘶吼着，叫嚣着我是他的，叫嚣着整个宗门都该为他陪葬，但这只能暴露出他的无能与绝望。另一边，清溪在混乱中被一道阵法的反噬之力击中，他原本靠魔血丹维持的青春容颜瞬间枯萎，头发变得花白，皮肤松弛如树皮。他瘫倒在地，看着那个他倾尽所有去爱的神兽，
此刻正状若疯魔地攻击着一切，完全没有看他一眼，甚至在逃窜时一脚踩断了他的肋骨。赤焰，救我！他伸出枯瘦的手，发出微弱的哀求。赤焰却连头都没回，反而嫌恶地骂道：滚开，没用的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早知道就该先把你吃了。那一刻，清晰眼中的光彻底熄灭了，他终于明白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一枚棋子，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血包。他为了这个怪物背叛了师门，陷害了师姐，最后换来的却是这般下场。他崩溃地尖叫起来，声音凄厉如鬼，精神彻底恍惚。战场中央，赤焰已被逼入绝境，他眼中闪过一丝狠戾，竟然燃烧了本源魔血，试图拉着我同归于尽。江离，就算死，我也要拉你垫背，你是我的，你的血是我的。他化作一团黑色的火球，不顾一切地冲向我。然而我早有准备，我不退反进，手中长剑裹挟着毕生的灵力，精准地刺入了他胸口那处唯一的弱点，那里是魔鹫血脉的核心，也是他前世吸干我心头血的地方。噗嗤，利刃入肉的声音清晰可闻，我的剑上早已涂抹了专门针对魔鹫血脉的剧毒。赤焰的动作猛地僵住，他不可置信地低头看着胸口的剑，黑色的污血顺着剑身喷涌而出。你怎么知道？他瞪大了眼睛，直到死，他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知道他的死穴。因为我杀过你一次。我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在梦里，我把你千刀万剐了无数遍。他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身体在剧毒的侵蚀下迅速崩溃。思幽紧随其后，一口纯净的火喷出，将他彻底包裹。这一次没有渡劫，只有毁灭。赤焰在痛苦中挣扎，最终化作了一堆黑色的灰烬，连灵魂都在那净化的火焰中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临死前，他那充满怨恨与不甘的眼神，终于让我前世积郁的痛楚消散了几分。那个总是高高在上，把我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的赤焰，终于彻底消失了。魔蛛族见大势已去，残部仓皇逃窜，却被早已埋伏在外的剑阁援军截杀殆尽。战场清理完毕，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被清风吹散。思幽牵着我的手，走到师尊和众人面前，微微点头。他的红衣上沾染了些许魔血，却更显妖冶。阿离，准备好了吗？他看着我，紫眸中满是温柔与坚定。我点头回应。下一刻，他不再压制修为，这一次不再是伪造的天象，真正的天劫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轰然降临。地点就在宗门核心禁地，由护山大阵层层保护，981道雷劫，每一道都足以让普通修士灰飞烟灭。但思幽毫无惧色，他九尾全开，昂首硬抗，那银白色的身影在雷光中越发圣洁威严，仿佛在接受天地的洗礼。我盘膝坐于下方，运转灵兽同心诀，通过我们心结的道侣契约，我将体内的灵力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他，与他一同分担那雷劫的威压。雷光中，我看到了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从重生的那一刻起，从我选择他的那一刻起，命运的齿轮便已重新转动。最后一道金色的雷霆落下，劫云散去，祥云漫天。思幽仰天长啸，身形在金光中重塑。当光芒散去，一只巨大的九尾银狐傲立于虚空之中，它通体银白，9条尾巴如孔雀开屏般绽放，每一根毛发都流淌着神性的光辉。九曜天狐成，天狐圣威笼罩全宗。所有灵兽，包括师尊的那只玄龟，都情不自禁地伏地朝拜，那是对万兽之王的臣服。紧接着，一股庞大的反哺之力顺着契约涌入我的体内，那是天狐进阶后的馈赠，也是天道的奖赏。我原本卡在瓶颈的修为，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势如破竹。元婴、化神、炼虚，几乎是一瞬间，我便触摸到了那个传说中的门槛。天空再次变色，这一次是属于我的飞升天劫。思幽化作人形，依旧是那副妖孽无双的模样，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神性的威严。他毫不犹豫地来到我身边，将我护在怀里。我说过，生生世世永不分离。他以新生天狐之力与我共同抵御那飞升雷劫。当最后一道雷光消散，仙门洞开，一道璀璨的接引仙光照下，将我们笼罩其中。我低头看去，师尊正欣慰地抚须微笑，凌风抱剑向我致意。师弟师妹们眼中满是羡慕与祝福，而那个疯癫的清溪早已不知所踪，或许在某个角落里孤独地腐烂。我收回目光，握紧了思幽的手，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升入那扇通往无限可能的仙门。仙界也不像凡人话本里写的那般清静无为，这里同样有着森严的等级，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格局。初来乍到的飞升者，往往是被欺压的对象，需要小心翼翼地依附大势力才能生存。但那是指别人，不是指我和思幽。当我们携手踏出接引仙台的那一刻，九曜天狐的浩瀚神威便让守台的仙兵们膝盖发软。思幽甚至懒得收敛气息，那9条遮天蔽日的银尾在仙界的云海中肆意舒展，昭示着新神的降临。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前世的因果，比如某个在下界曾与幻灵宫结怨的老祖，飞升早了几百年，自以为在仙界混出了点名堂，听闻我飞升的消息，便纠集了一帮狐朋狗友，想要在半路截杀，给我这个新人立立规矩。看着那群气势汹汹、满嘴仁义道德，实则想杀人夺宝的所谓上仙，我甚至连剑都懒得拔。思幽只是轻蔑地抬了抬眼皮，指尖轻轻一点，一道毁天灭地的狐火便如流星般坠落。那些在下界被传的神乎其神的法宝，在九曜狐火面前脆弱得如同纸糊。
前一刻还嚣张跋扈的仇家，下一刻就被烧得衣衫褴褛，哭爹喊娘，连滚带爬的逃出了3000里地。看着他们狼狈的背影，我心中毫无波澜。前世那些让我仰望、让我恐惧的所谓强者，如今在我眼中不过是路边随时可以踢开的石子。这种掌控命运的爽感，比任何灵丹妙药都让人上瘾。解决了这些不长眼的苍蝇，我们的日常便只剩下了携手游历。仙界浩渺，有着无数下界难以想象的奇景。我们去过流淌着星河的倒悬海，探访过埋藏着上古神魔遗骸的虚空秘境，也在生长着万年蟠桃的仙岛上小筑。修炼大道依然是主旋律，但不再是为了生存而挣扎，而是为了探索更高的巅峰。当然，生活里最不缺的还是某只狐狸那令人发指的醋意。思幽虽然已经贵为天狐，受万兽敬仰，但在我面前，他依然是那个心眼比针尖还小的醋坛子。仙界俊男美女如云，难免会有不开眼的仙君想要上来搭讪。记得有一次参加瑶池仙会，一位颇有名气的剑仙见我剑意纯粹，便多看了我2眼，甚至还没来得及走过来打招呼，思幽就已经炸了。他瞬间化作半人半狐的形态，银发狂舞，紫眸中寒光凛冽，9条尾巴直接在我和那位剑仙之间筑起了一道毛茸茸的城墙。他更是阴阳怪气的当众宣示主权，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泡酒，这是本座的道侣，也是你能觊觎的。那位剑仙被他恐怖的威压下的脸色惨白，连连告罪后退，全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我无奈的扶额，感觉脸都被他丢尽了。可转头看他，他却一脸理直气壮，还委屈巴巴的把脑袋凑过来，非要我亲一口才能平复心情。阿离，这里的男仙一个个都油头粉面，没安好心，你可不能被他们骗了。他一边用尾巴紧紧缠住我的腰，一边在我耳边碎碎念，他们哪有我好看，哪有我厉害，哪有我的尾巴好摸。我能说什么呢？只能顺着毛摸，毕竟自家选的狐狸，哭着也要宠玩。后来我们在一处仙气飘渺的灵山定居下来，这里远离纷扰，云海翻腾，是绝佳的清修之地。我们在山巅建了一座精致的竹楼，院子里种满了他最爱的灵果和我喜欢的仙草。日子过得慢了下来，却每一刻都填满了真实。每天晚上，他依旧改不掉那个习惯，非要变回本体，用那条巨大蓬松的尾巴将我整个人圈在怀里睡觉。他说这样有安全感。其实我知道，他是怕我冷，也是怕这一切是一场梦，醒来我就会消失。而我也依旧习惯性的去揉他的耳朵，虽然他每次都会假装不耐烦的抖动耳朵，嘴里嘟囔着本座乃是天狐，威严何在，但身体却很诚实的往我手心里蹭，从未真的躲开过。一个清晨，阳光穿透云层，将整座灵山染成了金色。我靠在他宽阔温暖的怀里，看着眼前壮丽的云海日出，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宁静。回首望去，前世那些撕心裂肺的背叛，那些在火海中挣扎的绝望，那些为了讨好赤焰而卑微到尘埃里的日子，此刻都变得模糊不清，仿佛真的是一场遥远而荒诞的噩梦。而此刻，身后传来的体温，腰间紧扣的大手，还有那随风飘来的淡淡冷香，才是真实不虚的永恒。思幽似乎感应到了我的心绪，他低下头，银色的发丝垂落在我的脸颊上，有些痒。他在我的发顶落下轻柔的一吻，声音低沉而缱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庆幸。阿离，看，这辈子你选对了。是啊，我选对了。我没有重蹈覆辙去填那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没有为了一个虚伪的渣子葬送自己的一生。我选择了一只满眼都是我的狐狸，选择了一条虽然充满挑战却能并肩同行的路。我转过身，笑着回握住他的手，十指相扣，生死契阔。选对了。从此仙途漫漫，再无孤寂。